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战线向乌东地区转移，俄军对新一阶段的特别军事行动的指挥层也进行了改组，由俄南部军区司令亚历山大·德沃尔尼科夫担任总指挥。现年60岁的德沃尔尼科夫已经从军44年，让他一举成名的是2015年被任命为俄军在叙利亚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官。在其指挥下，俄罗斯空天军出动9000多架次，配合叙利亚政府军收复了多座重要城市。由于在叙利亚表现亮眼，德沃尔尼科夫在次年被授予俄罗斯联邦英雄称号，普京亲自为他佩戴金星奖章。观察指出，派出在叙利亚有丰富作战经验的德沃尔尼科夫出任对乌特别军事行动总指挥，显示俄罗斯战略方面的重大调整。事实上，在德沃尔尼科夫被任命之前，俄方并未指派中央指挥官在乌克兰当地指挥俄军。如此大规模的行动一直由国防部在莫斯科来远距离统筹。而据西方高级官员向英国广播公司披露，每支俄罗斯部队此前都是单独指挥，这意味着不同军区的部队在没有协调的情况下行动时，可能会出现目标重叠。但德沃尔尼科夫将把所有部队统一在俄在乌中央指挥官的领导下，对战场态势的掌握会更直观，指令在上下级之间的传达、信息反馈以及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将更加顺畅，整个军事行动的效率也将大大提高。俄军战中换将，说明他的这个战争的思路和风格可能要改变。叙利亚战争确实是俄罗斯打了一个漂亮仗，体现了俄军在这个常规战争中这个强大的战斗力和这个组织能力。那么我认为呢，现在的俄乌冲突如果向叙利亚这个方向发展的话，那么我们意味着更大的人员伤亡。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上周表示，东部的战斗将更像第2次世界大战，会有大规模的行动，呼吁北约紧急提供不同种类的新型武器。不过，围绕对乌军援，北约内部仍存分歧。英国、波兰、立陶宛等国呼吁要给乌克兰提供更重量级、更具攻击性的武器，而德国等国则持谨慎态度，不愿过分介入俄乌冲突。对此，泽连斯基向美媒表达不满，称北约太软弱且非常官僚主义。When you're working at diplomacy, there are no results. All of this is very bureaucratic. I don't have any more lives to give. I don't have any more emotions. I'm no longer interested in their diplomacy that leads to the destruction of my country. 美国方面，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敦促北约提供重型装备，因为随着俄乌军事战线往乌东部转移，不断变化的环境促使乌军产生更多不同种类武器的需求。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日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更声称，美国正在加速满足乌克兰的武器愿望清单。他还毫不掩饰地说，美国已不再区分防御性和进攻性武器，这个限制已被解除。And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as the United States, working around the clock to deliver our own weapons, organizing and coordinating the delivery of weapons from many other countries so that Ukraine has what it needs. Weapons are arriving every day, including today. A few weeks ago, you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defensive weapons and offensive weapons. Is there a distinction anymore in your mind? And if there is there a case to be made that it's time to give Ukraine offensive weapons so they can win this war? Given the nature of the battle, how things have shifted and adjusted, and what the Russians have done, frankly, we have gotten to a plac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cross many members of the NATO alliance. 而在美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日前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美国防长奥斯汀则首次承认，美国正插手俄乌战事。We are providing them intelligence to conduct operations in the Donbass. Are you or anyone else in the administration discouraging President Zelensky or your counterparts from launching attacks that would involve taking back any part of the Donbass or the Crimea? No. 观察指出，美国插手俄乌冲突并不令人意外，真正值得关注的是，美国为何会在此时公开承认这件事。事实上，自俄罗斯大幅减少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北部战略重镇切尔尼戈夫的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越来越公开化，说明美国在深度参与俄乌冲突。在俄乌冲突中，美国不仅提供装备、提供钱、提供情报，还提供更直接的某些帮助。所以我们认为呢，美国透露这些信息，实际上还是要显示美国不是旁观者。早前，白宫公布了2023财年联邦预算案，其中国防预算达到了创纪录的8133亿美元，当中包括再向乌克兰提供6.82亿美元军事援助，用于对抗俄罗斯。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3月，美国国会刚刚批准对乌克兰提供40亿美元的军事支援款项，用于武器采购和军事培训。此前，美国提供的100架弹簧刀察打一体无人机，虽然单机威力有限，但已超出单纯的防御范畴。